各位大家好，我是 Robert， 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希望在各位的成功上有份。我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新思科技跟阳明交大今年办的半导体 IC 设计科普夏令营。有关半导体的这一块来算，你在3天里边，你又有学，你又有做，那会是很充实的。希望你们在3天里边都能够有满满的收获。新思科技主办这个 IC 夏令营呢，是跟阳明交通大学共同合作。我们新思科技呢，在 ESG 这一块呢，有3个具体的价值，分别是 environment、community 跟 education。好，那 environment 呢是针对环境的部分 ，community 针对社区的部分，那 education 呢就是针对整体教育的部分。新思科技呢，在台湾这一块呢，从国小到大学乃至研究所，有一整套的教育训练体系。那针对中学生这一块呢，我们呢去年开始推出的是 IC 夏令营这一块。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台湾的 IC 市场这一块呢，每年的人力需求跟人力供给呢，大概是1:2，也就是需求量大概是供给量的2倍。那换句话说呢，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进入到这个产业，就需要从高中这个时代开始，让各个学生呢能够认识这个领域，进而喜欢这个领域，来加入这个领域。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呢，针对高中生这一块特别去举办 IC 设计为主题的一个夏令营的缘由。首先带大家要了解的是软体跟硬体的差别是什么。但开始之前，我想先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同学写软体比较多的，可以帮我举个手吗？就是你们有写过 Python 的，可以不可以帮我举手？有写过 Python 的，其实蛮多的大家都蛮厉害的。OK。我觉得目前印象最深刻应该是第1天下午做的 HDL-bit 的 programming。我们上了一个4个小时的程式设计的课，然后那时候就想，天哪，这3天会不会都在上课？然后没想到后来我们就开始有在做自走车，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好玩。那这个平台是叫做HDL-bit， 它是呢一个线上的一个我们要写 Verilog 的一个语言的一个程式。它其实下面有一个写 code 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简单的把等一下所教的语言呢写在这个下面，来去实现我们需要的功能。我们的这个半导体制程的技术跟我们的人类世界在盖房子的技术，两者之间可以有一些连结这个做记号制程，我们叫做微影制程。大家知道吗？好，那做完了记号之后，你要把记号里面的东西打掉，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蚀刻制程。针对这次来上课的学员我建议说，未来如果要继续从事在半导体相关的技术的或相关的产业，其实他在学校一定要把基础课程一定要把它打好尤其是未来如果进入到这个大学很多一些很重要的课程像比如说固态物理或是这个半导体元件物理电子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在数学上面，可能像一些线性代数一些矩阵运算那些事实上基础学科的一个这个扎根是非常重要的多留意一些产业的一些讯息知道说学习的时候，你可能在学习上面也会更有一些动机知道说这门科目未来在产业有什么应用。最后一天有一个比赛，就是自走车比赛。我就是说，起码你有跟大家一起竞争，就是你学的这些东西，你有实际用。虽然说时间真的很短，但晚上的练习时间我觉得蛮好的。这里一些学长姐分享的故事，或是他们这些年走来的心得，我觉得会比起那些专业知识来说更为的重要。可能像香祺总招说的，不是现在就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某一天你可能会回想起来，有这么一个人告诉你，因为很少有人会跟我们讲说生活、梦想这些事情。可能之后会更想要投入科技，因为我觉得
他们讲这些经历，然后还有他们做的工作，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这些都还蛮不错，所以会想让我更对这个更有兴趣。我们希望增加呢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呢对理工科有兴趣，因为呢女生呢通常在我们这个领域的比例比较少，但是其实我们女生的数理其实有些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多增加这部分的参与的人数。我们希望借由我们的办这个活动呢，我们能够让更多的相关的公司跟学校呢能够对这个活动有兴趣，我们也能够借这个活动呢把我们办活动内容跟经验能够传承给其他的学校跟其他的公司。